上期咱们聊了印度挨揍的3000年前史，雅利安人砸下种姓铁锁，波斯希腊带来西方面孔，孔雀王朝辉煌的大一统，大月之人建起了佛教大熔炉，极多王朝的黄金时代却被叶达蛮族踏平。今天咱们接着聊，接下来的1000年里，印度和中国有着怎样的爱恨纠葛？伊斯兰铁蹄又怎么把古印度的咖喱汤搅得更香？印度次大陆三面靠山，一面向海，看上去像个天然堡垒。北边喜马拉雅山像天墙，东边缅甸丛林，西边新都库什山和苏莱曼山，南边印度洋，中间还隔着德干高原。在古代，这种地形，外敌想进来似乎难如登天，可造物主却偏偏在这铜墙铁壁之下留下一个致命死穴——开伯尔山口。这条53公里长的峡谷藏在新都库什山与苏莱曼山的夹角上，这里两条小河的河谷交织，两侧耸立着高达100米的山崖。峡谷最宽处3公里，最窄处仅600米，像个哑铃形的后门，连接着中亚草原和印度河平原。中亚马背上的牛仔们骑着马，唱着歌，一顿饭的功夫就能从阿富汗狂飙到旁遮普。印度历史上的每次外族入侵，从雅利安人到叶达人，再到突厥、莫卧儿，入侵者刷脸就进，堪称征服高速公路。开伯尔山口如此险要，印度历朝历代为什么不修建防御工事，守住这个生死通道呢？这个问题展开说，涉及天文地理、工程技术、王朝更替，能聊好几个小时。然而归结起来说，其实就2个字：没钱。开伯尔山口看似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可麻烦在于规模大，分支多。山口北边还有科贾克山口，南边有博兰山口，你堵住一个，敌人还能从旁边2侧门溜进来。山口内更是蜿蜒曲折，支线多多，像个迷宫。这种情况，单靠一个关隘根本挡不住，必须得是大型综合性的防御工事才能派上用场。而当地土石松软，不利于建设大型建筑。印度虽有哈拉帕的砖块城，可那是用本地粘土烧制，山口这儿没这个条件，材料全靠外运，运费能让财政破产。再加上夏季频发的山洪，工事刚建2层，可能就被冲得稀里哗啦。印度历史虽长，可统一时间短得可怜。5000年的历史，真正的中央强权也就孔雀王朝和莫卧儿帝国。这俩朝代加起来不过几百年，其他时间全是地方小王国内斗。这种乱世，生存都成问题，哪有钱和闲心修长城呢？像希腊人和大月支这样的外来征服者，本身就是从山口杀进来的，征服初期忙着抢地盘、收保护费，哪会考虑封门？等到王朝末期，野蛮人来敲门时，再想修城墙也有心无力了。而且，印度虽然屡遭入侵，却不像中国那样常年外敌环伺。印度的大敌往往几百年才出现一次，雅利安人来了1000年后，波斯人才来；希腊人撤退500年后，大月之人才到。这节奏让修筑工事变得像鸡肋，花大钱建了，几十年不打仗就荒废，维护成本比种姓纠纷还头疼。所以，就这么的，开伯尔山口这个不设防的后门，成了印度的地狱之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被入侵者无情踏过。同时，正因为不设防，这里也成了文明交融的通道。希腊的艺术、波斯的地毯、中亚的战马、阿拉伯的香料，都从这儿进入印度，造就了今天印度文化的多元性。毕竟，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有时候不设防的代价，反而成就了独特的文明魅力。叶达人的马蹄踏碎了极多王朝的黄金梦，北印度像被打翻的棋盘，大小王国杀得昏天黑地。就在这乱世泥浆里，一个叫荷丽莎·法坦纳的王子踩着血路，硬是拼出个短暂的盛世。这人就是戒日王。戒日王虽出身王家，但开局堪称地狱难度。哥哥被邻国国王刺杀，姐姐被掳走当人质，自己接手的王国小得像块芝麻饼。换一般人早崩溃了，可戒日王带着几百个残兵，硬是不服输。他远交近攻，先是联合盟友揍翻摩腊婆王国，又单枪匹马冲进高达王国救回姐姐。
公元606年，他在曲女城登基时，手里的刀还滴着血，可眼里已经盯着整个恒河平原了。接下来的41年，戒日王成了北印度的拆迁办主任，东边打到孟加拉，西边啃下拉贾斯坦，南边把兵锋抵到德干高原。他不光能打，还很懂统战，打赢了不屠城，反而给亡国的国王发养老金，只要认他当老板，保你继续当分公司老总。他信奉佛教，却不砸印度教寺庙，修佛塔的同时，也给婆罗门封地，政策主打一个大家都满意。戒日王是个大学者，他才华横溢，文笔一流，不仅供养了一大批文人雅士，自己还在治国征战之余抽出时间搞文学创作。他的诗歌文学成就极高，他写的剧本《妙容传》《璎珞记》与《钟情记》等，至今仍在上演。这样文武双全、风华绝代的人物，有谁不服呢？就这样，凭着戒日王本人的魅力和威仪，北印度30多个王国都统一到他的大旗之下，史称戒日王朝。说是王朝，其实更像是戒日王的粉丝后援团。公元631年，戒日王听说有个叫玄奘的中国和尚在那烂陀寺辩经无敌，立马派骑兵把人请到军营。他扔下军务，和玄奘一聊就是3天3夜。两位历史级大才子的见面，活像跨次元追星。戒日王缠着玄奘问大唐的秦王破阵乐怎么唱，玄奘则给他讲贞观之治。为了让玄奘秀一把，戒日王在曲女城搞了场无遮大会。这场盛会堪称国际佛教学术峰会，18国国王、3000高僧出席，玄奘登台主讲大乘佛法，有谁不服现场来辩。结果玄奘连续讲了18天，也没人敢上台。戒日王当场给玄奘戴上金冠，并亲自为他牵象游行。后来玄奘要回国，他送金送银送胡饼，还送了多头大象驮经书。戒日王朝看着强大，其实并无强大的行政体系，兵权和税收权都在地方王公手上，整个国家全靠国王的个人威望粘着。公元647年，58岁的戒日王在南征路上突然驾崩，没有子嗣，也没立遗嘱。他一死，以他威望凝聚的戒日王朝瞬间崩解，昙花一现的盛世就此凋零，印度挨揍的时代又开始了。而第一个教训他的，竟是万里之外的唐朝。戒日王死后，权臣阿罗那顺趁机篡位。当时玄奘回国之后，两国的交流增多，唐朝官方使团正在印度访问。也不知阿罗那顺哪根脑筋出了问题，居然派兵突袭并劫持了唐朝使团，这可捅了马蜂窝。使团团长王玄策是个狠人，他趁守卫松懈逃到了吐蕃，然后打着唐朝皇帝的旗号，愣是从吐蕃、尼婆罗借了8、9千军马。他用火牛阵对战象兵，造炮石车打破曲女城，彻底把阿罗那顺按在地上摩擦，俘虏1万多人，还把阿罗那顺押到了长安，换了个5品官的封赏。这场仗打得印度王公们目瞪口呆，纷纷望风而降。王玄策竟一举攻下了580城。好在王玄策只在复仇，并无统治印度的想法，但这更加速了戒日王朝的解体。不到3年，北印度重新分裂成几十块，拉齐普特人、孟加拉苏丹、古吉拉特王公各自称王，昨天还称兄道弟的盟友，转头就刀兵相向。戒日王朝就像乱世中的烟火，绽放时照亮整个北印度，熄灭后只剩一地灰烬。但他留下的念想挺有意思，玄奘把戒日王写进了《大唐西域记》，成了中印友好的符号。戒日王推动的佛教交流，让大乘佛法顺着丝绸之路传回中国，就连王玄策借兵这事儿，也让印度王公们见识了东边那个大唐不好惹。只是这短暂的统一，终究没改变印度的宿命。戒日王死后不到100年，阿拉伯人的弯刀已经从开伯尔山口砍进来，而那扇从未设防的地狱之门，又将迎来新的征服者。戒日王一死，北印度瞬间退回战国模式，这500多年里，没再出过能镇住场子的大哥。一群自称沙地利后裔的拉齐普特人趁机崛起，在北印度建了一堆小王国。这些人特讲江湖规矩，打仗要摆阵，输了得自杀。
他们就这么顶着个花架子窝里斗了几百年，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了伊斯兰教。很快，开伯尔山口的风里就吹来了混着古兰经的诵经声，伊斯兰的浪潮即将席卷印度这片神奇的土地。最先来的阿拉伯人还只是试探，到了10世纪，突厥人就不客气地把北印度当成了提款机。国王马哈茂德带着骑兵，20多年里来抢了17次，专挑富得流油的印度教神庙下手。这些人不要地盘，只要钱。1026年洗劫索姆纳特神庙，据说扛走了几大车黄金。拉齐普特人倒是组织过联军反抗，可惜各怀鬼胎，打了几次都输得底裤不剩，北印度的元气被彻底耗光。雅利安人不给力，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人倒是很风光。这段时间，他们搞了个朱罗王朝，不仅统一了南印度，还跨海远征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甚至一路打到苏门答腊岛。12世纪末，真正的苦主来了。阿富汗古尔王朝在与中亚霸主花剌子模国的争霸中败下阵来，被迫向南扩张。苏丹穆罕默德古尔带着一群突厥奴隶兵，像砍瓜切菜似的横扫北印度，一路打到德里。这群奴隶兵里有个叫库特布丁艾伯克的狠角色，原本他是个放羊娃，被卖成奴隶后，靠着作战勇猛，成了古尔最信任的带刀护卫。1206年，古尔突然被什叶派刺杀身亡，时任印度总督的艾伯克眼睛一眨，直接在德里称王，自封为印度苏丹，建立了德里苏丹国。历史上的奴隶王朝就此开启。你没听错，一群奴隶居然成了统治者，这操作在世界史上都算独一份。艾伯克虽然是奴隶出身，可在信奉真主方面却极为虔诚。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拆庙。他把那烂陀寺烧成一片灰烬，僧侣要么被杀，要么逃往东南亚，佛教在印度就此灭绝。印度教的情况也没好多少，湿婆神像被砸下来，当成清真寺的地基。德里的库特布高塔就是用这些异教石头堆起来的，塔身刻满古兰经，活像是插在印度教地盘上的圣剑。可时间一长，他们发现印度教的信徒太多了，根本杀不完，总不能把种地的、织布的全砍了吧？于是他们慢慢改了套路，你偷偷拜湿婆我不管，但税收可不能少。印度教徒要交收成的一半，还得另交吉兹亚税，穆斯林却能免税。这招直戳印度人的软肋，不少低种姓的首陀罗和达利特为了少交税，偷偷改宗伊斯兰教，跟着阿訇念起了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算是靠改信仰完成了逆袭。苏丹们搞宗教压迫时，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苏菲派却在民间和稀泥。他们穿印度式的长袍，用印地语唱教歌，甚至跟瑜伽士一起在恒河边打坐。他们说真主和湿婆不过是一个神的2个名字。老百姓搞不懂什么教义，只觉得这教是亲切，就跟着信了。结果苏丹们高举弯刀没办到的传教大业，反倒让这些接地气的教士干成了。伊斯兰教在印度流行起来，只是好像带着股咖喱味儿，种姓制度也跟着变了味儿。突厥贵族硬挤进沙地利的行列，波斯学者自封新婆罗门，连改信伊斯兰教的低种姓都搞出了新规矩。屠夫、皮匠这些职业居然也成了伊斯兰蛇体，父子相传，外人休想插手，把印度那套职业世袭学了个十足。艾伯克把北印度切成一块块伊克塔，分封给自己的总督收税养兵，但规定封地不能世袭，怕他们扎根造反。然而这根本挡不住德里苏丹国政局的混乱。苏丹国300年换了5个王朝，每个都出了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统治者。卡尔吉王朝的阿拉乌丁是个经济怪才，他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却没钱付军饷。为此，他不是想办法发展经济，多开税源，而是另辟蹊径，搞起了价格管制。他的想法简单粗暴，只要东西便宜了，我手里的钱不就够花了吗？于是他规定国内所有商品不得涨价，面包师敢涨价就砍手，连小姐接客都得登记收费标准，愣是把德里变成了古代计划经济示范区。结果硬生生把经济搞崩溃，把王朝也搞灭亡了。图格鲁克王朝的穆罕默德更疯狂，
他为了控制新打下来的南印度，心血来潮要迁都。新首都位于德干高原，距离德里1000公里，中间还隔着沙漠和高山。穆罕默德才不管这些呢。公元1327年，他下令德里上至贵族大臣，下至商人工匠都必须随朝廷迁往新都，谁不走马上处死。10万人就这么启程了。夏季酷热导致大量人口死亡，10载道路上堆满尸体，都城成为一座巨大的坟墓。更夸张的是，新都城远未修建完工，甚至连水源都没有。官员和民众被迫在临时帐篷中办公生活，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在折腾了6年以后，穆罕默德终于放弃了，他决定迁回德里。但经过这么一通折腾，王朝早已元气大伤。1398年，中亚霸主博子帖木儿攻破德里，纵兵屠城7天7夜，10万平民被杀，恒河被尸体堵得断流，苏丹的国库被搬空，连工匠都被绑回撒马尔罕。经此一役，德里苏丹国从北印霸主沦为了德里市长，疆域缩水一半，国内分裂，再也无法重振雄风。又过了100多年，1526年，帖木儿的6世孙子巴布尔打进来的时候，末代王朝洛迪王朝已经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突厥苏丹起了印度名字，波斯公文里夹着印地语脏话，德里的清真寺上刻着阿拉伯文，柱子却雕着莲花。就连军队也是印度式的，他们派出战象对战巴布尔的火枪队，结果大象被枪声吓疯，掉头狂踩自家士兵，苏丹伊布拉辛战死沙场。统治北印度320年的德里苏丹国就这么稀里糊涂亡了。说起来，巴布尔的身世堪称欧亚混血顶配，父系是中亚霸主博子帖木儿，母系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他身上同时流着突厥、蒙古、波斯王族的血。可这并不妨碍他早年在中亚被乌兹别克人追着打，一直打到阿富汗。在喀布尔，他听说南边的印度正乱成一锅粥，于是他拎着一群戴头巾的骑兵就冲了进来，大炮一开，结果了苟延残喘的德里苏丹国。登基那天，他站在德里的贾马清真寺里，既没说蒙古语，也没喊突厥口号，而是用波斯语念了句真主之大。印度历史上最后的大一统帝国莫卧儿帝国就这么带着一身混搭基因登场了。与奴隶出身的德里苏丹不同，莫卧儿的皇帝们可谓血统尊贵，但论信仰的虔诚，他们却远不如前朝。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是个天生的和事佬。他13岁继位时，北印度还在闹哄哄的混战，他提着刀征战了40年，把疆域从旁遮普推到德干高原。可他干的事儿却让伊斯兰阿訇们跳脚，他把印度教王公请进朝堂，让拉齐普特公主当皇后，甚至把耶稣会士请到宫里讨论上帝。最狠的是，他直接废除了印度教徒的吉兹亚税。有人骂他背叛真主，他却笑着说，印度教徒种的地难道不养穆斯林吗？他还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建了座信仰之屋，让伊斯兰学者、印度教祭司、基督教神父、耆那教僧人坐在一起吵架，自己则像看戏似的琢磨能不能搞个全印度信仰出来。阿克巴的儿孙也各有才艺，儿子贾汉吉尔沉迷酒色，却留下了一本写满花鸟鱼虫的日记。孙子沙贾汗是个宠妻狂魔，为了给他的波斯妻子穆姆塔兹建太极陵，把国库掏空也在所不惜。莫卧儿的统治术堪称拿来主义的巅峰，他们改进了德里苏丹国的伊克塔制，搞出来个曼萨布达尔制，给官员发军衔，按级别赏封地，却规定封地3年一换，防止有人占山为王。收税时不用刀剑，而是派文官丈量土地，按产量抽成，农民交得起，国库也满了，连打仗都混搭。骑兵用突厥的弯刀，炮兵学欧洲的火炮，还把印度的战象改造成移动堡垒。帝国最热闹的时候，德里的集市上能听到10几种语言。波斯商人在讨价还价，荷兰人在清点棉布，拉齐普特王宫的马队扬起尘土，苏菲派教士唱着混着印地语的赞歌。阿格拉堡的宫殿里，波斯地毯上摆着印度的青铜神像，皇帝用土耳其咖啡招待葡萄牙神父，宫女们穿着纱丽跳着波斯的旋转舞。然而到了阿克巴的曾孙奥朗则布手里，画风突变，
这个穿粗布长袍的原教旨主义者重新征收集资亚税，他拆了印度教寺庙，把女儿们关在后宫念经。他做了49年皇帝，打了40年仗，把帝国疆域扩到最大，却也把马拉塔人、锡克人逼成了死敌。1707年，奥朗泽布驾崩，儿子们为了抢皇位混战了10年。地方总督趁机自立门户，马拉塔人在西边闹独立，锡克人在北边举起一旗，天下就又乱了。而此时，历史的主场早已经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遥远的欧洲。当莫卧儿的皇帝们还在为权力争得头破血流时，一群带着火枪与账本的欧洲人已经开着货船来到了这片富庶的土地，他们将用另一种方式改变印度的命运。